没有官宣，没有炒作，却让观众集体上头。丁禹锡成邓恩熙，为什么一出现就让人移不开眼？预告一上线，观众的反应已经给出了答案。预告刚放出来的那天，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口号，但数据却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攀升，播放量破千万，用时不到一天。到第二天，数字稳定在一个极难被忽视的位置。这并不是刷出来的热度，评论区的节奏很一致，很多人点进来只是因为看到了两个名字，丁禹锡、邓恩熙。在如今信息密度极高的环境里，观众早已学会跳过、过滤、无视，还能被主动点开，说明一个事实：他们已经被记住了。不是因为噱头，也不是因为人设标签，而是观众愿意再给他们一次时间。真正被记住的从来不是热搜，而是可信度。丁禹锡和邓恩熙并不是第一次合作，那一次他们没有被包装成完美组合，甚至在最初阶段并不被多数人看好。一个表演风格偏克制，习惯把情绪压在细节里的男演员，一个眼神锋利、反应敏感却不依赖外放情绪的年轻女演员。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：不急着讨好观众。正是这种不讨好，反而留下了真实感。观众看到的不是表演技巧，而是人物在关系中的试探、犹豫与判断。那种感觉一旦成立，就很难被下一次合作轻易抹掉。这一次的角色设定没有安全区。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，丁禹锡这次的角色并不讨喜。他不是被仰望的中心人物，也不拥有天然正义的位置。他更像是现实中常见的那类人，懂规则，守底线，但永远优先考虑生存成本。他说话直接，不浪费情绪，做选择时先算后果，再谈立场。这是一个被现实反复训练过的人。而邓恩熙的角色则恰好站在另一端，他曾经生活在秩序里，被身份、环境和规则保护，但这种保护在某一个节点被彻底抽走。他不是天真无知，他只是第一次必须自己面对代价。他们的关系不靠设定推动，他们之间的靠近并不是因为情绪失控，也不是因为某种被安排好的缘分。真正让两个人产生联系的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现实选择。当环境开始收紧，退路逐渐消失，每一次决定都意味着代价。丁禹锡的角色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不会轻易伸手。他不是冷漠，而是太清楚，一旦介入就意味着承担后果。而邓恩熙的角色也并非毫无判断力，他不是依附谁，而是在反复权衡之后，确认对方是当前局面里唯一可能让他继续走下去的人。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让观众感到熟悉，因为现实中的很多关系本就不是从好感开始，而是从只能如此开始。正是这种不浪漫却极其真实的连接方式，让人产生共鸣，也让人愿意继续看他们会如何走下去。最让人停下来的是那些被保留的停顿。真正有力量的表演往往不在最激烈的瞬间，而是在情绪即将溢出却被人物硬生生压住的那一刻。丁禹锡在很多关键节点都会给自己留下一点时间，那不是犹豫不决，而是角色在迅速计算风险。这一秒的停顿让观众明白，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选择后的结果。邓恩熙的处理方式同样克制，他很少用语言解释自己，也不会反复强调痛苦。更多时候，他只是用眼神和动作传递出一种我已经没有退路的状态。这种表演方式不会立刻抓住眼球，却会慢慢压进观众心里，因为那正是很多人在现实中面对困境时真实的反应方式。创作思路的克制决定故事的下限。从目前的信息来看，幕后创作并没有急着给答案，他们更倾向于用情境逼人物做选择。故事并不着急定义关系，也不急着制造情感高潮。他反复抛出的问题是，在现实压力下，人会如何调整立场？信任要付出多大代价才算值得？这种写法风险很高，但一旦站住，就很难被替代。制作层面的认真，其实是在尊重观众的判断力。很多作品的问题并不在预算，而在态度。
有些制作从一开始就默认观众只看表面，只追刺激，所以画面可以华丽，但逻辑可以敷衍，人物可以随剧情需要随时变形。但这一次不同，制作的用力点明显放在合理二字上。服装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贴合人物的社会位置和心理状态，场景不是为了宏大，而是服务人物的行动路线。镜头语言也没有强行煽情，更多时候只是冷静地记录人物在当下的选择。这种克制其实是一种信任，信任观众能看懂细节，也愿意慢慢跟着人物走。当创作团队不把观众当成需要被哄的对象，观众反而更愿意投入情绪。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是很多人持续关注的重要原因。观众愿意给第二次机会，其实是在为真诚投票。现在的观众并不是不给新人机会，也不是排斥重复合作，他们真正抗拒的是敷衍与复制。丁禹兮和邓恩熙再次出现，并没有试图用更夸张的设定证明自己升级了。相反，他们的表演状态更收、更稳，更像是在回应现实本身的复杂。很多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角色多厉害，而是这个人如果是我身边的人，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选。这种共鸣并不来自技巧炫耀，而来自情绪的可信度。第二次机会从来不是因为名气，而是因为观众感受到，这一次他们依然是认真站在角色里的。真正留下来的观众往往不是最吵的那一批，数据会上涨，也会回落，讨论有高峰，也会沉寂。但真正留下来的观众往往很安静，他们不一定每天发言，却会在关键节点回来。他们不追热搜，却记得人物曾经做过的选择。对这类观众来说，作品的价值不在于火不火，而在于人物有没有被尊重地写完。当一个故事愿意给人物完整的成长轨迹，观众就会用时间回应它。这种陪伴不是一时的热情，而是一种缓慢却极难被取代的连接。当作品不急着取悦，观众反而更愿意靠近。在快节奏内容泛滥的环境里，能让人愿意停下来继续看下去已经很难。而这一次，不是靠口号，也不是靠标签，而是靠人物本身。结尾感谢与互动引导，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期待这种不悬浮、不敷衍、真正从人物出发的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的每一条评论都是对认真创作最大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内容解析，也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。下一个故事我们再慢慢聊。